哇哦，终于跟肖云一起合作了！哇，终于跟亮哥一起合作了。我想过很多次我们合作的各种个案舞台，但是打死也没想到我们会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场演出刚刚好。是否有相似的同感？这首歌其实是中国的原创的音乐剧的一段上段。我当时其实拿到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觉得压力蛮大的。音乐剧和这个流行圈可能也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圈儿。对，就是我们要唱音乐剧可得小心了，很怕，因为很多音乐剧的这些音乐剧的喜欢看音乐剧的就会应该很严格了。而且这首歌在最近的音乐圈里面都是很出圈的一首歌。因为它是一个音乐剧的歌，音乐剧唱法跟流行唱法区别很大的。音乐剧可能会唱得更加有情绪，更加的夸张一点。我去搜寻了这部剧的音乐剧的一些片段，了解到了这部剧的整体的精神的状态，也跟肖云沟通怎么样去呈现。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剧演员，怎么样去表现这种饱满的唱腔和舞台的张力，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也可以稍微唱演一下下。你是不是上一次空心这个演好了？这个感觉啊，来劲儿了，来劲，确实来劲了。就想借着天赐的机会，能够去尝试一下音乐剧的片段，我觉得也非常好。而且之前的那个片段很短，我觉得再加一段之后呢，做一些层次上的一些递进，可以加个咏叹调。哦，你说的什么？贵州话。哦，说的是意大利语。意大利。跟亮哥聊到，觉得这首歌里面可能缺一个很高的一个爆发点，所以就想说加入一段亨德尔的阿尔契纳里面的咏叹调。我希望它有一个爆发点呢，其次我也希望把这个歌名融合一下吧。我加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渴望你回到我身边》吧，就是想说这女主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把音乐剧搬到天赐的舞台，我们的压力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唱这首歌的话，其实很多的喜欢音乐剧的，甚至于这些演员们，他们都会来看这个舞台。希望我们能够把这种压力变成动力，知难而上的去挑战一下吧。对。曾想和过往一刀两断，向前走，去寻找生活的答案。罪孽他已替我承担，却是信念崩塌的开端。此刻一切已尘埃落定，向前走，彼此不必再恐惧。我们守护共同的秘密，这是我生命中的片刻欢喜。火般短暂，我也如灰烬般不堪。谁写下最后的答案？隐藏起真实的悲欢。可我无法再隐藏，想要倾诉的愿望。只有冷漠以对，他才不会再受伤。我们像爱河般短暂，我们如命运般不堪。就算孤独，也想拥有眼泪最真实的悲欢。命运像烟火般短暂，爱恨像灰烬般不堪。世间最完美的答
拥有人类最真实的悲欢。命运像烟火般短暂，爱很像灰烬般不堪，世间最完美的答案。无声的哭喊，是无声的哭喊。天哪！哇哦！我的个天哪！我的个这个不金曲真的天理难容了，太厉害了吧！我的妈呀！怎么陈琳无声的哭喊了？小李讲出来。哇哇哇！这首歌实在太震撼了，我们看到震撼到让杨丞琳直接泪洒当场。他们唱太好了，真的，可能我也对这两位有一些感情吧，因为这两位真的算是我在天赐当中，我真的觉得是数一数二的非常厉害的高机能跟声音条件很好的男生和女生。然后刚刚他们的那个演绎，真的我不知道，我就一直在头皮发麻，然后起鸡皮疙瘩。我觉得我好像就会变得表达力会变弱，因为那个感性面太突出了。我觉得我要消化一下，我现在没办法说出什么厉害的词汇，但就是我很爱，然后我也很爱这两位歌手。我也爱你哦。我想问一下，这一段美声的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加在这个里面？其实我毕业之后基本上没唱过美声，我甚至放过狠话，说我再也不唱美声了。结果一唱发现，哎，居然我还能唱。哎，我记得你当年毕业的时候是以第1名的。对，是第一毕业的啦。哇哦！谢谢。其实美声跟流行它打架非常的严重。我之前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都会1个月不唱流行歌，才能去考试。发声方式不一样。发声方式不一样，所以这首歌，然后我要唱完音乐剧，然后又突然唱到那么高的头声，要位置很好，然后又突然遇到很气声，其实是很难唱的。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到底还可不可以。超好，谢谢。这个音乐的话，我特别要介绍一下，这个音乐剧的所有的音乐全部都是由我们中国音乐剧原创的，所以首先呢，能够为我们中国的音乐剧有这么好的音乐，有这么多创作者为这个中国音乐剧在付出，然后为他们点赞。然后，所以他那段其实是非常抽离的。肖云要从演唱上面，刚才跟我的情感里面，突然就很神圣的一种光，因为其实那个是亨德尔的一个花腔嘛，咏叹调，咏叹调，其实他写的也是对，也是关于爱和喜欢的。对的，他是渴望你回到我身边的这个名字。对。歌名里面其实。我觉得代指的是女主渴望回归的正常生活。那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加深那种命运的无力感。哇，其实内心大家我想感受是一样的，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些贪心了，我们想再邀请肖云，再给我们多一些。可以啊。
爽哦，好爽，很开心哎，好爽哦！谢谢，可以这样唱歌也太爽了吧！好羡慕他的机能，真的是。你很厉害啊！羡慕。没办法这样唱，跟这样听也很爽哎。这个只能羡慕来的，但是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训练，非常非常多，而且它是意大利语嘛，还要学那个那个弹舌。哇天哪！我是觉得二位今天的整个舞台，我觉得真的是堪称配合上的完美。其实第一段副歌结束的那里，这个时候肖用他的这个花腔，然后中间整个那个管弦乐团出来。完全变了，像瞬间进入到那个金色大厅的感觉，一直到最后高潮的部分，就是小亮哥在下面，然后这个升降台往上升，就是两个人就是可能这一世他们就相隔，就再也无法见面那种感觉，就是给人画面感直击人心。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的配合啊，包括整个张力啊、情绪的递进都特别完美。我觉得这二位老师身上有特别多我可以这个狠学习的地方，所以特别开心能够在下面看完这一整场的演出。对，谢谢。我觉得当然肖云的技巧很厉害，但我觉得亮哥会让这整个舞台更加的动容，是因为其实他也在做很难的技巧，就是他用最质朴的方式去唱出最动人的歌声。两位的演出，我可以说是从第一期录制下来，有很多我心中觉得很 top 的舞台，但目前这个好像是第一。哇，好高的评价，这么高啊！谢谢。太可怕了，这两个人。我觉得今天的肖云，然后才是我想象中肖云真实的实力。我不知道剑银团，然后最后能不能给你们金曲，但是我心中今天的金曲一定是你们。谢谢。这个舞台，让我有一个特别强的冲动，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向世界宣布什么是中国歌手，这个舞台可以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歌手。刚刚真的像在做梦一样，然后感受到了视觉和听觉双重的震撼。然后在视觉上，因为看得到有一些唱演的部分嘛，是真的感受到两个人的肢体的那种浓烈的痛，然后再加上歌声上那么强的穿透力，真的可以说的是久久不能忘怀。谢谢。我们能从亮哥的声音听到，其实亮哥选择了一些特别危险的唱法，但是依然特别敬业地完成了所有的演唱，我觉得值得敬佩。然后肖云，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你说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用美声。我想对你说的是，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任何人质疑你或者是说你技术方面的东西，纯粹是他办不到，这是你的东西，你爱唱就唱，你不唱就不唱。这个舞台如果要是输给龙，我多少会有点不高兴的。确实。谢谢老师。讲实话，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舞台。因为它太卷了，你搞成这样的话，接下来下一场大家该怎么准备作品？非常卷。但是我想要看到这个舞台上大家有这样的卷的状态。如果唱美声，你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唱的话，它是达不到这种颗粒感的。说明肖云一直都有练，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本专业，这个非常难得。今天这个作品，我觉得不管是从舞台演绎上，然后包括舞台的深度和宽度，都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自己非常喜欢。谢谢郝磊哥。接下来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我觉得答案更好。我说他们这个肯定金曲，包的。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下面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答案。谢谢。恭喜肖云，恭喜王铮亮。好，二位赶紧好好休息。哇，一遍教学，各凭本事，音乐走。跳得有味儿。好了，
谢各位，落座。OK。我觉得陈丽姐刚刚唱歌就是完全没话说，姐姐一开口我就想说，这也太是那个味道的，所有的记忆一下子都回来了，感觉一下回到了那个台偶的黄金时期。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小冒犯，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里面，陈琳姐是最适合演唱这首歌的。然后明浩哥，之前有听过明浩哥的现场，一直有在短视平台有听过，完全就是很专业，高音都很棒，低音也很棒。我今天听下来觉得你的音色也很好听，很温暖。我觉得你唱歌完全是行走的 CD 一样，真的。谢谢。两个人都特别会唱，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舞台。谢谢妹妹。